大家好，我是穆迪，欢迎回来频道。今天是上半年空评季，我一直认为空评是最好的测评方式，用到底才知道是否真的好用，怎么用才能把产品效果最大化。第一类是我用上去，开始用觉得还不错，用到后来越来越失望的产品。Remedy 的卸妆膏，它的设计理念很好，打开之后是转出来的膏体，所以膏体你用多少转多少，乳化也快，卸的也快。唯一的问题是用的太快了，我有一天就转突然转没有了，我感觉我才用了半个多月1个月吧，不到1个月，这也太快就用完了，所以性价比不是很高。好用的卸妆油卸妆膏有很多，所以我不会买了。肌研的极润面霜，使用感我也很喜欢，保湿也够，唯一的问题是它和我底妆搓泥。我晚上用是可以的，我早上一用，我上完粉底或者粉饼，侧边就有一条一条的胶状泥会搓出来，这种 gel cream 就避免早上使用，因为它啫喱状很容易和底妆打架。CeraVe 的物理防晒霜，新款这个我也推荐很多次了，是我用过肤感最好的物理防晒了，轻微的泛白还能帮你润色，让你肤色看起来很漂亮。唯一的问题是它的味道，尤其用到后面越用味道越冲，有一种食物坏了的臭味，而且那个味道会在脸上停留一阵子，久久散不去，但它本身产品是很好用的。碧柔的防晒，这我在日本买的，日本本土的那一款，不是美国这边那个防晒剂，一般卖到美国之后它都会改变防晒剂的配方，所以亚马逊有些你一定要擦亮双眼啊，要看好它到底是哪种防晒剂在买。用在身上也很舒服，我把它当身体防晒，唯一的问题是酒精味太重了，而且它的肤感也没有那么水润。那我最推荐的妮维雅那身体防晒有泵头那个，比这个其实更舒服，据说它防晒力并不差的，防晒黑能力很强，使用感就是无功无过吧。Jo Malone 的一个香水我竟然用完了，是小样了，它是一个9毫升的英国梨 Sweet Pea，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味道一闻就很上头，在花丛中被鲜花的芬芳围绕的那种感觉，可惜就是不持久。这应该是我一个礼盒里面给的，有人管它叫5步散，就走出去5步那个香味就没有了，确实是这样。3个要避雷的，一个是我期待很高的，是个老网红，但在北美丝芙兰这边刚上架，我就很期待嘛，但是很一般的 Innisfree 散粉，薄荷散粉。我跟你说，它又没有柔焦力，它又没有什么控油度，就很平平无奇。我不知道它火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在我这里就是比不上我任何一个散粉，太普通了，而且这一小盒只有5克，所以它其实价格还是挺高的，论克数来说。在亚马逊买的一个身体慕斯保湿乳，洗完澡抹身体用的，它这个慕斯质地就特别像，你知道吃冰激凌有那种索贝，完全是有点沙沙的那种慕斯质地，在身体上完全不吸收，我是硬着头皮用完的，而且它会粘在你的比如说穿的睡衣上啊什么的，质感很不好，很不舒服的身体乳。满瑞其他的产品都挺好用的，我用到那个头油是我最喜欢的，然后还有它的什么 BHAHA 的去角质棉片也很好用，但这个就很雷。还有一个雷的是 Dr. G Red Blemish， 其实它产品不算很雷，当时的保湿效果是有啊，但是它退红就 OK， 属于中档。主要我想吐槽的是它的这个设计，你看吧，它应该是有个滴管的，对不对？为什么滴管没有了呢？就直接我没有怎么用啊，滴管轻轻放桌子上它就碎掉了，这个玻璃非常脆弱，很危险啊。因为你想想，这个产品你是抹在脸上的，如果里面的玻璃碎掉，你不小心蹭在手上或者蹭在脸上，那很可怕呀。下面都是很好用的无限回购的，先把几个大瓶给说了。漱口水我要回购10000次的，它比传统的漱口水不辣，漱起来也不会有那种薄荷嘴里很难受的那种味道，然后它去除口气的效果很好，这牙医首推第1名的漱口水，用完它就回不去普通的漱口水了。
我有时候中午吃完饭啊，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剃个牙线，然后再用一个漱口水，保持一下午的口气清新。卸妆油，在我上个视频也说了，日本的护肤里面，我回购最多的产品就是卸妆油，还有妮维雅的防晒霜，都是10瓶的买，它没有任何槽点，乳不乳化都能洗得很干净，并且它的油体是不会很厚重，很轻薄，涂在脸上像化开一样，完全没有负担的油，还洗得这么干净，还没有香料，无添加，敏感肌可以用，成分列表很短。Cetaphil 新品的叫 Oil to Foam Cleanser， 我很爱，应该算我开价排名前2、前3的洁面了。它挤出来其实是啫喱状，不是很偏油的，但它洗得很干净，可以把你的防水的防晒都洗掉。洗完以后脸还是水当当的，不会破坏保湿屏障。深层洗发水，欧莱雅这 Clarify 闪铺我很爱，因为我是比较油头的那种嘛，我会试各种各样的深层洗发水，它是我心中的应该前几名了。它的味道很好闻啊，而且它洗完以后头发不会很干涩，就像你普通洗发水一样，你没有感觉说它是一个清洁力特别强的洗发水，但就是能把你的头上的油脂一些污垢洗得很干净。它你即使不是1周用一次，我每一次洗头，我一般隔1天洗一次头嘛，用它都没有问题，头发完全不会干涩，没有光泽。Astura 365面霜，这我是在偏冬天1、2月份用的，用空了，很喜欢，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修复屏障的面霜了。一般这种加了很多神经酰胺的面霜呢，都会有点闷脸，那它没有，但它又比 CeraVe Cream 更保湿，更有安全感一点。CeraVe Cream 感觉不太适合干皮啊，它的补水力、保湿力是不够的。但 Astura 极干燥的地方，它都把你皮肤那锁水那层膜保护得很好。眼唇卸妆液也是我最爱的，这也是回购了大概也快10瓶了。妮维雅的眼唇卸妆液是水油分离的那种，但我后来就在国内买了，我之前是买欧洲的版本，后来发现国内版本跟欧洲的没有区别，我后来就每次回国都买个5、6瓶慢慢用，因为它一瓶很少，只有70毫升，但这么少其实蛮适合旅游的。它是我用过最像 Chanel 眼唇卸妆液的。Chanel 眼唇卸妆液它不会很油，很清爽，卸完眼睛不会说一层油膜在上面，即使液体进到眼睛里也不会辣眼睛，它就可以做到这样。Chanel 还有香料嘛，这个还没有，更好用了。一个头发护理的，这个是我的发型师他给我推荐的，我每次去做头发剪头发，他说他就用这个，我就在他那买了一盒，叫 Silky Revive。据说专业造型师都会用它，就你洗完头发之后，你抹在发梢，可以让头发没那么容易分叉。它是说有蛋白滋养的成分，所以是补充你毛鳞片里缺失的蛋白成分，不像普通的发油，它是添加了修复力的。我确实觉得不错，我也是完全用光了，这一盒能用很久，我感觉我用了1、2年吧。这个我看eBay上也有卖的，你们可以去买，而且不是很贵，对于专业护发线来说已经性价比很高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也是好用不解释，我之前在我的爱用品里面推荐很多次了。它不仅可以淡化细纹啊，我感觉我的黑眼圈都减少了。它的成分是各种的帮助你修复，帮助你减少暗沉的，这些很有效，而且它的质地我很喜欢。Gel Cream 完全不是很厚重的那种，因为其实你上完眼霜之后，你最后还是要叠面霜的嘛，所以眼睛你不想要之前有太多的负担，太厚重，你想让它吸收更好，滋润力更强一点，是你愿意长期一直用下去，并且可以看到效果的。我超爱的美系防晒霜 Supergoop Dew Screen， 美系防晒里面最适合跟妆的防晒，并且它不会辣眼睛，真的很少防晒能不辣眼睛，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它的防晒剂也是那种传统防晒剂，但它可能那个防晒剂的包裹性很好吧，用在脸上特别舒服，就像一个 primer， 一个水乳，完全不厚重，不油腻，肤感极好，已经很接近日韩防晒了，并且它可以有点抚平毛孔的能力啊。他说他自己是 primer 加上 sunscreen 2合1的防晒。这个面霜是 Rock Hydration Moisturizer， 它是可以完全替代我的 CeraVe Cream， 比那个
保湿力强，但也同时很清爽的质地啊。它和刚才 Astura 不一样，Astura 属于比较适合干皮，就在极干的环境你用它，你会感受到它那种锁水封闭性的。但这个就是很清爽，涂在脸上就很水润，很嘭弹。下面这几个精华我都超爱 Harrow Wonder Rose PDRN 玫瑰精华真的很好用啊。首先这包装我就爱到不行，非常像 Chanel 的那个精华1号精华，它的质地也很有贵妇的感觉啊，很好吸收，也是很轻薄，像水乳一样的那种。你晚上甚至擦它一个，如果你是油皮的话，都不用之后再上面霜了，使用感极好，极舒适，同时它修复能力很强。PDRN 主要就是修复、抗老、减少细纹的是有研究证实你坚持用下去能看到效果的。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比如说 A 醇 A 酸的打底，在一起绝对是1+1大于2的效果。哇，我一共用了6个精华。好，先说这2个比较平价的 The Ordinary，15% 的生长因子，这我就在激光或者我晚上做美容仪之后用它，很好用。它完全是 toner 爽肤水的质地了，已经不是偏乳液了，是完全偏水状了，完美的打底精华。你用完它之后，你上任何你喜欢精华都可以，不会跟别的东西搓泥打架。同时生长因子嘛，帮助我们修复肌肤，减少泛红从底层去促进胶原蛋白的，因为它是那种水状，很好吸收的。Medicube 曲酸精华，我最爱的淡斑精华就是曲酸类，曲酸绝对是最有效的，应该说是前2有效的吧。曲酸、传明酸是最有效的，我认为啊，在我脸上，然后是 Alpha Arbutin 熊果苷也很不错，那个就更加舒缓缓慢一点的美白了。那曲酸的效果是比较强的，它可以把你的痘印，就新鲜的痘印，包括一些褐色的斑点都可以消掉，是很强效的酪氨酸酶抑制剂，专门帮你对抗黑色素的。它的肤感也很好，它是把一些有效成分放在那个黄色小珠珠里啊，你涂在皮肤上，它那个小珠珠就爆破开，然后有效成分就被输送进去了，这样它维持它成分的活性。早上用的 VC 精华我也是刚刚用空的 Remedy， 这个就很好用啊，它就像水乳，里面成分很惊人，简直像十全大补一样，肤感也很好。那这么多成分，它不会很厚重，很清爽，涂在脸上吸收也很快。我用完它之后，我也是不再用面霜了。我觉得早上用很多乳液啊，再加上防晒霜会有点太多，对于我一个混油皮，所以我一般早上用它就搞定了。晚上用来修复的 Biossance 角鲨烷精华，这是我完美的点阵激光术后修复精华，消退红的效果很好，皮肤镇定能力很好，它会减少你那种刺刺的泛红发痒的感觉，修复效果极其强大，并且它抗氧化能力也很强，蓝铜生态有很好的天然的抗氧化效果，比 VC 要强很多倍。用完一瓶，你明显感觉到脸更饱满、更细腻，包括你的毛孔排列都更整齐了。好，最后一个这种瓶状的精华是 Anua 的10%杜鹃花酸。好，这是我用到最轻薄，不像杜鹃花酸的杜鹃花酸。因为传统的壬二酸全部都是 pasty， 很厚重乳霜状，因为它的成分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水润，它就是悬浮液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 Anua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舒服，肤感这么好，打破了我对杜鹃花酸的刻板印象，不再是那种厚重搓泥的感觉了，可以当一个打底的精华，水状非常舒服。杜鹃花酸也是很好的酪氨酸酶抑制剂，并且是孕妇可以用的，和 A 酸的效果都相同了，就它可以治疗皮肤的问题这一方面，它和 A 酸不相上下，淡斑、抗老、抗炎、消痘，这还这么好用，这精华大家都要去买。然后用空，应该说马上用空的杜鹃花酸的处方药，这我主要就拿它来祛痘。比如说我有时候有红肿大痘啊，你用普通的水杨酸是很难消掉的，因为它炎症已经很深了，你就需要这种处方的杜鹃花酸，抹上它第2天那个痘痘就扁下去一半，
如果是那种红肿大痘就很大，没有白头的那种，效果不要太好。这种你可以找医生开处方，如果你在有一些国家呢，其实它不需要处方也可以购买的。在科研数据上，最好的祛痘浓度，杜鹃花酸祛痘浓度就20%，注意买这个浓度就好了。国货玉泽防晒我很喜欢呢，它叫防晒乳，它属于面霜加防晒的，所以它是有很强的保湿力的，很适合冬天用啊。如果我夏天的话，会觉得稍微有点厚了，但它不是那种油腻的厚重，它只是说很保湿的厚，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价格能做到这样很难得，并且我买它主要原因是它的成分，它的防晒剂完全是韩国防晒剂的成分，没有桂皮酸盐，没有阿弗本宗。一般国产防晒全是含有 OMC， 全是有桂皮酸盐的，因为有研究证实它是可以进入小白鼠的血液中的。但人体研究目前数据有限，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只是说有这么好用的防晒，我们为什么不选呢？为什么不用更好的防晒剂呢？对吧？目前我最爱的面霜应该是在我今年的爱用品里面一定会出现的年度爱用，就是理肤泉的新款啫喱 B5 面霜。它跟原版不一样啊，原版是比较厚重的白白的泛白那种面霜，那它是像啫喱一样，并且我有亲测它不和底妆打架，我早上用有没有问题，晚上用有没有问题，保湿效果很好，它的甘油有21%，极强的吸湿性啊，把水分全部都吸到你的皮肤里，想流失都流失不了。激光术后美容仪之后最好的面霜，而你平常用它，你就觉得皮肤怎么那么舒服，完全不会缺水干燥。抱歉，这个视频可能会很长，但我已经在尽量的精简了。5个粉饼 ，About Tone 我最爱的补妆粉饼，最好用的没有之一，它可以把你的脸柔焦弱化毛孔到你刚上妆的样子。我的色号是最白的那个，但我觉得第2白更适合我，我会买一个第2白的备用。这马上用完的 L'Oreal True Match 也是做一个补妆定妆的效果，它有中度中偏低的遮瑕力，一涂上你脸就很平整，就很白净很干净很平滑的底妆，这个价格也是没有对手，好用。卡姿兰的蜜粉饼，它算是 NARS 大白饼的平替了，比 NARS 其实更控油，但是没有 NARS 的粉那么细，就 NARS 粉你感觉上以后你看不见白色的点点，那它你会看见有一点点的白在上面，但其实你之后出油啦，再过一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控油力很好，我还蛮喜欢的，夏天必备的一块粉饼2个底妆粉饼全部都是我上个视频刚说的日本我最爱的底妆粉饼，我就不再多说了，一个 BCL 还有一个 Integrate， 高遮瑕不会浮粉不会卡粉的完美底妆粉饼，并且日系的粉会做到很细腻啊，这点欧美比不上。橘朵的定妆散粉，这个白色的蜜粉我是完全用空啊，它的控油力很好，柔焦力也不错，拿它定妆不会让你之前的底妆改变那个妆效，只会让它更上一层楼，不会让它变得灾难，非常合格的散粉，也不会有泛白，不会有白色的点点在那儿，价格还这么便宜，国货要崛起了。2个眉部产品，一个 Peripera 的眉胶，我很爱的，我的色号是03号 Natural Brown， 它是那种很细的刷子啊，所以它会把你的眉毛刷得很有型很定型的同时，不会说不小心刷出来，因为那种很粗的刷子很容易刷到边上，你还要擦一下什么的，这就很好，然后颜色也非常自然。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欧美这边开价能比上它的。一个专柜的眉笔，我觉得这还蛮值得的，虽然我知道它比较贵，是 Bobbi Brown 的一个砍刀眉笔，它这一边还有一个刷头，这个刷头也很好用，砍刀眉笔就很好控制你的眉峰啊，你眉毛的走向，而且不会手重。它这个颜色我选的是 Warm Blonde， 用它刷眉毛感觉眉毛很精致，感觉很认真坐在那里画了好久的眉毛一样，但其实就是随便抹一抹。它的膏体不会太软，很好控制用量，这是我最喜欢的我最爱的有色润唇膏的色号就是它 Summer Fridays 的 Poppy， 目前没有看到它的替代。
色号绝无仅有。嘴上感觉没有什么气色啊，你就涂一个它，立马给你有精神了，因为它是有点偏橘色的，这个橘色那种气泡水的芬达橘那种橘色，很鲜艳，但涂在嘴上就特别的自然，让你的肤色整个提亮了，完美的包包润唇膏。好，现在是所有的空瓶。每次我做完空瓶剂都跟像交差了一样，终于把我用完这些东西都和你们分享了。谢谢大家收看，喜欢包记按赞哦，记得订阅关注我频道，我们下期见，拜。Sunlight's a whisper, it's breaking right through. I'm a spark.